近日，中日的冲突持续升级。在12月6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中共的军用飞机对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进行雷达锁定，总共发生2次。第一次发生在12月6日下午4点32分左右，在冲绳岛东南海域上空，从辽宁号航空母舰上起飞了一架歼15战斗机，间歇性的对一架正在执行防空识别区任务的日本 F-15J 战斗机进行了雷达锁定。而在当天下午6点37分至7点08分，同样在冲绳岛东南海域，一架歼15战斗机对另外一架 F-15战斗机进行了雷达锁定。日本表示，此次雷达锁定事件构成危险行为，超出飞机安全飞行的必要范围，对此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随后公布地图，显示了辽宁号航空母舰的移动轨迹。辽宁号是在12月5日从东海方向进入第一岛链，12月6日穿越宫古海峡之后掉头北上，12月7日抵达冲绳本岛的东北方向。此次事件就发生在辽宁号12月6日穿过宫古海峡之后。中共的舰队以及飞机是在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内以及专属经济区内进行航行和飞行的。这虽然不算是领海，但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当然要出动战斗机对其在专属经济区内活动的外国军舰和军机进行监视。而且这次事发地点距离冲绳岛是非常近的。我们知道在冲绳有2大空军基地一个是普天间，一个是嘉手纳，他们同时是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重要军事基地。日本的 F-15战斗机从这里起飞，全程监视辽宁号航空母舰，这也算是例行公事了。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次出现的雷达锁定。那从军事角度上分析，到底什么才是雷达锁定呢？其实在早期的军舰或者是战斗机上通常都会有2种雷达。一个雷达呢用于远程扫描，就是说我要先看到你，我要看得足够远，但是呢我的精准度可能不太高我知道你大体的位置，而我想要确定并跟踪你的话，还需要另外一个雷达，那就是火控雷达。火控雷达用于精准定位、跟踪并锁定，在交战期间它要不断照射敌方目标，并导引导弹发起进攻所以又叫它火控雷达。不过随着现代雷达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看到战斗机已经不存在搜索雷达和火控雷达之分了。无论是早期的 F-16， 甚至是苏联时代的苏27，他们就算使用的是老式的机械扫描雷达，已经可以使用一部雷达同时完成搜索、跟踪以及火控等多种作战任务。老式的机械扫描雷达是使用物理方式转动雷达天线，向某一方向发出雷达波束。雷达工作在搜索模式时雷达往往是以扇形或者是大范围的扫描，它对某一个方向上发出的电磁波经过一段时间转动之后，才会回到同样的方向，再发出第2条电磁波。我们知道只要你能发出电磁波，周围环境的任何人都是能够接收到的。那这就是雷达告警器的工作原理，它完全是被动收听环境内发出的所有电磁信号，然后分析这些电磁波的频率脉冲间隔、波形特征以及强度等等。那告警器往往装饰在飞机四周，同时内部还有一个雷达的指纹库，根据雷达的特征就可以判别出到底是哪一种战斗机或者是哪一种雷达在进行搜索工作的。那敌方的战斗机工作在搜索模式时这个时候它的脉冲间隔就会非常的大因为它要转一圈才会回来嘛，会形成一个类似滴滴滴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那雷达告警器就会知道敌方战斗机在进行大范围的搜索，但是还没有锁定到你。不过如果敌方战斗机在扫描之后发现你的大体位置，这个时候雷达就会切换成跟踪模式，英文叫做 track。 那雷达波束会频繁地指向同一个目标区域，来精准定位你的位置。在这之后呢，还会进入一个第3个模式，锁定模式，英文叫做 lock， 或者是 fire control， 也就是火控。在这个阶段雷达波束是高度集中于目标，脉冲重复频率变得是非常高，而且波形更加稳定。这种模式可以用于半主动雷达的导弹导引或者是射击数据的解算。而到了这个阶段，只要对方战斗机飞行员按下导弹发射按钮，那么你将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所以
这次当日本战斗机被中共的歼15所锁定的时候啊，雷达告警器就会持续的告警，而这种做法其实是在和平时期非常没有必要的。我们上述所讲的分析主要是针对于机械扫描雷达，机械扫描雷达相对来说更容易被雷达告警器所识别。可是现在啊，第5代或者4代半的战斗机绝大多数使用的都是有源相控阵雷达。有源相控阵雷达不再依靠物理方式改变雷达的发射方向啊，所以使得相控阵雷达有着更为强大的搜索和锁定能力。比如说我们在航空界经常提到一个叫做边扫描边跟踪啊，英文叫做 track while scan， 就是我可以在进行大范围空域扫描的同时啊，同时锁定该空域内的多个目标。主动相控阵雷达就使得战机能够同时追踪并锁定的目标数量大幅度的提升。主动相控阵雷达也使得雷达告警器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但并不是不可以做到啊，它依然可以通过提取收到电磁波所发出的各种特征，比如说频率啊，比如说脉冲宽度啊，瞬时功率等等，来判断你是否被敌方的雷达所 lock 所锁定到。不过呢，这次出现在日本上空呢，并不是使用什么先进雷达的战斗机，而是使用机械扫描雷达的早期歼15型号。我们知道歼15作为中共的主要舰载机，它有多种型号，比如说最新出现的歼 15T 弹射型，它就换装了有源相控阵雷达。不过最早期的中共歼15战斗机仍然使用的是和苏33类似的机械扫描雷达，而辽宁号航空母舰是第一艘服役的航母，辽宁舰载机队装备的都是老式的歼15战斗机啊，使用的都是老式的机械扫描雷达，它们也更容易被日本 F-15 的雷达告警器所识别。那有一些朋友认为啊，像这次歼15锁定 F-15， 说明歼15战斗机性能更优秀啊，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和平时期，你双方都是在视距啊，或者50到100公里的超视距飞行，你想不想锁定对方，完全就是看自己的意愿。日本人没有这么做，并不代表着没有能力这么做啊。实际上，日本目前服役的 F-15 战斗机性能要远远超过中共的歼15舰载机。日本目前的 F-15 大约都是在1980年代左右开始服役的，其使用的早期型号主要是 AN/APG 63型雷达。不过在过去几年内啊，日本航空自卫队对其进行技术升级，采用了更加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技术 AN/APG 82。就雷达性能而言啊，现在的歼15恐怕不是日本 F-15G 的对手。而且啊，歼15战斗机它源自于苏33系列，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极其的笨重和庞大。像歼15战斗机空重能达到接近17吨，而同样作为重型战斗机的 F-15， 其空重竟然只有13吨。而 F-15战斗机的发动机性能更好，使用的是普惠的 F100 发动机，这就使得 F-15 战斗机拥有高达 2.5 马赫的最高速度，其机动性能也远超歼15战斗机。其实啊，在过去1个周之内啊，不仅是日本啊，美国其实也出现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双方军舰的交锋也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是在12月5日至12月7日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辽宁号航母穿过宫古海峡，抵达日本冲绳东南海域。而与此同时呢，中共的另外一艘海南号两栖攻击舰，其实是从南海经过巴士海峡，同一时期进入了西太平洋地区，在12月2日至12月3日在菲律宾海附近航行。那就在辽宁号航空母舰啊，沿着日本冲绳岛进行航行的时候，美国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12月4日离开关岛周围海域之后，抵达了冲绳附近的太平洋地区，那几乎是和辽宁号航空母舰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海域。而美国的另外一艘两栖登陆舰迪利波利号在12月5日和12月6日沿着西太平洋地区穿越巴士海峡进入了南海。其实啊，论时间先后顺序，美国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是最先抵达日本冲绳附近的海域的，这是因为美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12月份要在日本列岛东南方向进行军事演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它就将辽宁号航空母舰的运行轨迹进行对比，我们就发现啊，
这次辽宁号航空母舰可能是特意要赶到冲绳以东，并直接闯入了美日联军进行军事演习的区域，干扰了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训练，这个挑衅的意味就十足了。那这次中共海军突破第一岛链，歼15在空中也不断挑衅日本空军，中共的本意是试图使用军力给日本一个所谓的教训。不过这种做法恐怕会适得其反，只会使得日本不断增强军队正常化的决心。而且在台海问题上像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的论点将会变得更为稳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宣扬要包围和封锁台湾，而你的军舰想要到达台湾以东的海域你就必须穿越日本所掌握的宫古海峡。日本在战争情况下想要置身事外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现在在和平时期，中共海军这种咄咄逼人的挑衅姿态恐怕并不会带给中共想要的结果。我是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